3i 阿特拉斯已经掠过火星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观测数据被公布，只有一个民间摄影师拍到的3i 阿特拉斯的照片在被广泛传播，但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那3i 阿特拉斯真的是外星文明吗？还是说它就是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普通彗星？这期视频我将分别列举出证明它是外星文明的观点，以及它就是一颗普通彗星的观点，来供大家自行辨别。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证明它可能是外星文明的观点。一，它的体积太大了。科学家基于它的喷发量乘以喷气速度，再除以非引力加速度上限这个比值，研究者逆推出它的质量下限可能达到330亿吨，而它的最大直径估计可能达到46公里，远超之前观测到的星际访客和太阳系内的普通彗星。这种超级体积的彗星在已知的星际彗星里极其罕见。二，非典型的轨道与运动行为。3i 阿特拉斯的轨道是双曲线轨道，它进入太阳系的速度高达每秒60公里，时速超过21万公里。这意味着它不是被太阳引力捕获的天体，而是一个外来闯入者，这是它被归类为星际访客的基础。阿维勒布等人指出，从轨道几何来看，3i 阿特拉斯在进入太阳系时轨迹几乎与行星的轨道平面平行，与地球的公转轨道面仅相差5度以内。3i 阿特拉斯的轨道参数使其能够异常的接近金星、火星和木星，发生这种近距离接触的累积概率仅为 0.005%。这样的轨道很有可能是人为操控。三，亮度异常强烈。通常彗星的亮度来自冰层升华形成的彗发，但在3i 阿特拉斯身上，气体痕迹并不明显。那么这种强烈的反光很可能来自于它表面的某种高反射率的金属物质。四，化学成分、气体特征异常。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显示，3i 阿特拉斯的彗发中二氧化碳占主导，且二氧化碳与水的比值异常高，达到了罕见的8:1。换句话说，它的彗发与多数太阳系的彗星化学构成不一致。彗星的标志就是当它靠近恒星时，会释放大量气体和尘埃，形成绚丽的彗尾。然而对3i 阿特拉斯的光谱分析发现，几乎没有典型的气体特征，这意味着它不像普通彗星那样富含冰和尘埃，而更接近裸露的岩石或特殊材质。此外，勒布教授还在文章中指出，无论是星际彗星还是与太阳系结合的彗星，都不属于高偏振或低偏振的彗星类别。而3i 阿特拉斯在某些小相位角下，其负极化率极深，反转角度极低，这在已知彗星里都不常见。五，近日点无法观测。3i 阿特拉斯在10月份到达近日点的时候，亮度最强，原本是最适合人类观测的时刻，但它偏偏藏到了太阳背面，在地球望远镜最不方便追踪的位置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是偶然吗？还是他刻意利用太阳的强光来掩护自己，避免在最明亮时被彻底看清？勒布教授甚至提出，他可能在这时释放探测器，而我们完全无法观测到。这种巧合似乎太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它真的是来自太阳系外的高等文明。勒布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如果0代表自然彗星，10代表高级文明产物，那么3i 阿特拉斯的等级至少为4级。我们再来看看支持它作为自然彗星的科学主流观点。在怀疑派给出的各种可能性之外，科学界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仍然认为3i 阿特拉斯更可能是一颗极端但自然的彗星。以下是主流观点与反驳理由。一，大望远镜与哈勃的尺寸约束。哈勃太空望远镜取得了目前最清晰的图像，给出的汇合最大上限约为 5.6 公里。哈勃图像同时也指出，该最大尺寸是上限，实际汇合可能远比这个小，甚至在几百米级别。由于尘埃云等物质对于观测的影响，3i 阿特拉斯的核大小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不能单凭大字就断定它是人工体。二，彗发与尾巴活动特点的一致性。在多个观测中，3i 阿特拉斯已表现出典型彗星的行为，随着靠近太阳，其彗发和尾部逐渐增强。天文学家指出，其彗发在距离太阳较远时就已经出现，这在太阳系彗星中是罕见的，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执行的近红外光谱观测，确认其核心含有水冰和较高的二氧化碳含量。这种冰与气体释放模式符合彗星行为，因此其行为特征从远端激活、尾巴增长、挥发化学释放都和普通彗星有共通之处。3. 轨道动力与非引力效应分析。虽然有支持者提出3I阿特拉斯可能存在非引力加速，但目前主流观测显示其非引力加速度极弱或未被精确测出。总而言之，其轨迹并没有明显偏离太阳引力模型。NASA 在其官方页面明确指出，3I阿特拉斯对地球不构成威胁，其轨道预测仍符合太阳系引力模型。在许多科学论述里，对其轨道进行拟合时，研究者都认为仅用引力模型即可基本解释其路径，无需额外人为推进力。总之，从轨道动力学角度来看，主流模型尚不需要外力来解释其轨迹，彗星解释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些批判和回应都强调，科学界尚未看到确凿的证据支持外星文明的假说，而当前观测结果在彗星解释下仍然相对一致。在我看来，3I阿特拉斯或许并不完全符合人工探测器的定义，但它可能是一个极端变种的彗星。关于它到底是什么，仍需要更多的观测来验证出它的真实身份。不过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公开的经过科学确认的报道显示有火星探测器成功观测到3I阿特拉斯完整掠过火星时的影像或数据。这很有可能因为探测器亮度不足、视野遮挡、轨道几何条件不理想等原因，导致实际拍不清楚、成像失败，无法产生可用科学级图像或数据。即便探测器确实观测到了，也可能处在数据处理阶段。天文图像、光谱、成像结果可能需要复杂处理、校正、减去背景欣赏、去除杂散光等，花的时间可能较长。通常科学团队在确认可靠性后才会公开发布。而且 ESA 宣布的本次观测本身就是持续1周的观测，不会当天就出结果，并且后续 ESA 还会在11月2日至25日期间启用木星的探测器进行观测。到时候的3I阿特拉斯会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也是在木星轨道上观测的绝佳时机，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有任何官方观测的最新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告知给大家。